果你喜欢硬派这样的方盒子的造型，但是呢又害怕这个油耗太高，那今天的这台奇瑞的风云 X3L 你可以了解一下，10万多块钱起的价格，你可以看一看今天这台车能不能符合你的需求。车长呢它是4.5米几，但是车宽它足足给你做到了1.95米，将近2米了啊！这个数据呢也是在这个级别里边属于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呢你不管是从车头还是车尾看，你都会觉得这个车它特别的敦实，就有点卫士那味儿了啊！而且呢它这次出的这几个颜色都还挺符合就是年轻人那样的感觉的，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有点黄色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看，就很清新。它既给你展示出了那种很硬派的方盒子的感觉，同时呢又让你感觉到很有朝气、很蓬勃那样的感受。然后这边它给你用了一个21寸的这样的轮毂，其实跟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车身的感觉相比来，你会感觉到它的这个线条也是比较匀称的。它的这个车宽呢1.95米，虽然说在这个造型上它会显得比较气派，但是呢，比方说像那种立体的车位，你就要考虑一下，看你自己能不能停进去了啊。另外呢，就这个车其实它做了很多对女性很友好的点，比方说就是它后边的这个门啊，它也是电吸的。后边的空间呢，虽然说不是说特别大，因为毕竟这个车你要知道它的车长也就4.5米多，所以说就是它不能说给你给到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后边的空间，但是呢，满足你要出去越野啊这样的需求肯定还是 OK 的。然后刚才咱们说到了，它还是有电吸的，这样你关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咣的一下就那么甩过去了？这样也很合适的。之前呢，咱们都会觉得说，就是外边看着特别硬核的车，它内饰就基本上做的都比较粗糙，而且配置可能也都不怎么高。但是这台车你上车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都给你用了很软包的感觉，会让我们感受到你一眼看过去，它还是挺不像这个价位的车。而且呢，座椅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它里边是足足有11层的这个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你坐上去，你会感受到它的那种乘坐的感受，在这个级别来说还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有2个小缺点啊。第一呢，这个车虽然说它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要是能有垫脚踏，那就更好了。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它再能带一个全景的大天窗，那也就更好了。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个小期望。如果说后边能换代呀、升级什么的，就希望官方能把这2个给加上。配置上呢，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它也是给你安排上了，比方说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是没有的，但是方向盘它也是有加热的。另外呢，就是你前面的这块屏了，虽然说它没有用到什么就是华为啊这些等等的这个很高级的座舱，但是呢，这个响应丝滑的程度，我觉得现在这么使用看还可以。如果说你用了有个半年之后，或者说1年，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下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就使用过1年或者半年之后，你的这个实际的体验感受怎么样啊？我自己感受下来，我是觉得它这个屏还是挺像鸿蒙的那一套的这个逻辑，甭管是车机的这个 UI 界面设计，包括就是你去那么滑呀，它的饱和度、清晰度还是挺像那种感觉的啊。它整个车上储物空间做的也蛮多的，而且也比较细。它底下这一块给了你一个超级无敌大的这样的储物空间，有的时候像我们女生就是很大的这种包，然后你往这儿一放，你看这就刚好。但是其实有的车它底下因为空间不是很大嘛，所以说就放不下。然后这台车它的中控呢，基本上前面没有给你什么实体按键，唯一有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大的旋钮，是调你的各种各样的驾驶模式。它的这个模式也非常多样啊。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其实有很多那种坑坑洼洼的，也比较适合去越野。它是有8+X 的驾驶模式，以及5种越野的那些圆规掉头啊、涉水呀、等等等等。所以这就是它前排的一些了。咱们现在把这个主驾调到一个我比较合适的坐姿，咱们去看一眼后排的空间吧。后边的配置呢就比较简单了，空间做的也比较中规中矩。首先就是腿部，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尤其是我现在跳2郎腿刚刚好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台车呢，就如果说你们家有2、3个人，你这样你去买这台车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说你们家是带这个老人呐，就是小朋友也比较多，有这个4、5口人或者就是更多的话，那我觉得这台车就不是很合适了。因为确实整个的不管是定位啊，以及就是它的空间，其实就是比较适合那种2、3口或者3、4口，就不能再多了。后边呢，它也是有单独的出风口，然后下边有2个 USB 的口，这边是有扶手的。后边就这么多啦，咱们现在去开车吧。
兄弟们，咱们现在呢已经把车给开起来了。那这台车一上车，你会觉得舒适性还不错，因为它的这个玻璃呢也是双层夹胶的，所以说你会觉得它的这个噪音方面控制的还行。另外就是这个车，其实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它的成本，因为这个车它是一个增程的，它的纯电续航呢能有个200多。其实这个数据你如果说把它完全当成纯电车开也没毛病啊，因为你上下班代步的话，这个数据就真的就还好，而且它满油满电能跑1200多。那你要是去一些特别远的地方的话，这个数据也够。所以其实在这个级别来说，我觉得它真的是既能给到你就是说我这个省油，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增程有纯电，它就是要比那种纯燃油的方盒子肯定要更省油嘛。其次就是你也会觉得说它的舒适性也还不错。这个车呢它是 HB 的候选，所以说你会感受到它不仅是给你提供了舒适性，你也会觉得操控还可以。而且毕竟呢它是打着这种越野的旗号的，所以像它的各种各样的越野的配置，比方说坦克掉头啊，还有它的蠕行等等等等，这些你肯定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其实它想打造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像越野小白新手，以及可能像有一些女性司机，可能大家就是不是说对越野那么熟悉的朋友，也会觉得说，哎，我开着这个车越野起来也蛮有意思的。所以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群，这个车它其实就对于你越野入门啊就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它的综合油耗1升多，这个数据真的还是相当夸张的啊。即便就是说在馈电的模式之下，你用纯油开，它官方给到的数据也是6升，这个数据其实也是要比很多的燃油的那种很大块的，咱比方说就是卫士这种是吧，要低很多。所以说它就是能够给你保证在我有这种越野，哎，我给你各种适合远方的同时，也会让你觉得我这个养车成本的事儿咱就不用考虑了。再有呢，这个车它是搭载了猎鹰500的支架，虽然说城区的 NOA 它做不到，但是像高速包括跨楼层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泊车比较基础的部分也是能满足的。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智驾不是说那么高的要求的话，它肯定也是能满足你的这个需求，比方说你跑个长途啊、高速啊什么的，这些还是足够的。所以呢，这台车咱们看下来，你会发现它就特别适合那种想花小钱然后办大事儿的朋友。基本上它就是给你用了一个10万多出头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也给到了你，比方说像4驱啊，然后它就是有这个纯电增程的版本给你去选，外观做的也是比较像卫士的那样的方盒子的感觉。现在这台车它在官方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改装的方案可以选，比方说你可以加一个那样的小爬梯呀，以及就是车里面可以选一个冰箱等等等等。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去商城里边去看一看。对，如果说你想买一个这种硬派的方盒子的感觉，但是你又不想花就是很多20-30万的这个价钱呢，这台车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这期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一定不要忘了帮我长按3连，拜拜。